我还有一个问题。那天晚上你明明有机会带走小桃子的，你为什么要采取如此迂回的方式？我知道，你一定会觉得我还有其他的阴谋，可是真的没有了。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如果组织知道我私底下来见小桃子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杀了小桃子的。反而是在这牢里，可以让我们母子团聚。我求求你，让我见一眼小桃子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来人，先把这个刘星不黑木镜子带下去。见一眼小桃子，我求求你了，让我见一眼小桃子吧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别在我眼前晃，晃得我眼直晕呢？哎，什么大刑都用上了，那个女人就是不开口，我怕再这样打下去，就会跟刘贵两夫妻一样自杀了。那你是想让我带着小桃子过去见她一面？也许这个方法有用，说不定她一高兴就把间谍名单供出来了。小桃子，怎么了？哥哥还是没找到。最近他一直玩那条狗，这几天找不到了。小桃子不哭啊，来，我给你拿糖纸，先坐一下啊。阿姨妈妈，说什么？你认识这画像里的人？她是阿姨妈妈。阿姨妈妈什么意思啊？就说有人的时候叫阿姨，没人的时候叫妈妈。莫姐姐，我好久没见到阿姨妈妈了，她在哪里啊？你能带我去见她吗？照这么看，黄飞鸿那边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据我查探，黄飞鸿应该还是从那个黑木镜子身上下手。这个女人虽然身为间谍，但良心未泯，尤其是对小桃子有母子之情，那是假装不了的。这个日本间谍组织常年要挟人质，他手下的人表面上看似服从，但内心一定有颇多怨气。黑木镜子，这个人倒是可以利用一番。飞鸿还真是聪慧，但黄飞鸿好像是真的要救他，并非利用。成大事者切忌妇人之仁呐。不过，本王就是喜欢他这一点真心。来人，王爷有何吩咐？这个墓并非本王平时之用啊，用来实在不顺手。快找人把它换了。属下立刻去办。等等，这个墨汁浓稠细腻，也算是上品。这什么墨？回禀王爷，这是市面上最近流行的日本墨。日本墨？你好大的胆子！王爷，属下立刻去换掉。这个风筝纸虽然纹理杂乱无章，看不出个头绪来，但上面有零星的墨迹，定是在二次打浆的时候，旧纸虽然被捣碎，但
墨汁已经渗入纸张纤维之中，很难被取出。属下不明白。既然从纸张上查不到来源，那就从墨迹上下手。小桃子，小桃子，看看他是谁，去。小桃子，你不记得阿姨妈妈了吗？小桃子别怕，去看看他是谁。啊。阿姨妈妈，小桃子，服了。阿姨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孩子，你瘦了。黄哥哥和莫姐姐对我可好了，爷爷还给我讲故事呢。小桃子，阿姨妈妈，谢谢你们。我还有一个请求，可不可以让我跟小桃子单独待一会儿？那我们先出去吧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13姨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看到他们母子重逢，挺感动的。傻丫头。来，小桃子，我就是想起我爹了，看到刘金那么奋不顾身的想要见小桃子，可是我再也见不到我爹了。你爹的事情都是我不好。哎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像你爹一样照顾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真的？真的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就在我家住，想住多久住多久，反正我爹对你比对我这儿子还好。我就知道你喜欢我，我知道世俗的眼光是挡不住你的。你爹要是知道我们要成亲了，不知道有多高兴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成亲？黄飞鸿，那我们……哎，等住！怎么回事？住手！住手！没事吧？小桃子，好你个黑木镜子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妈妈，都说虎毒不食子，怎么会有你这种母亲？我以为你自投罗网是为了见小桃子一面，没想到你是要取她性命。是妈妈对不起你，可是妈妈也不想的。有关于夫妻的事情已经暴露了，组织说不能留活口。如果你不能死在妈妈的手上，也会有别人来杀你的。妈妈只是想来见你最后一面。这么说来，那天晚上你在我家门口，不是怕被组织发现，而是下不了手才对。我怎么下得了手啊？给我4个包子。好嘞，哎，您等好。谢谢啊。来，13姨，头不疼了吧？那天是我没说清楚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你不用解释。那天是我会作业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。
那就好。他的衣服。把手拿开，他已经看不到了。不用你提醒。跟我走。嘘。飞鸿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先出去吧。走。大家都散开，看仔细了啊！别让犯人跑了！去那边。他怎么也来了？哎，我怎么不能来啊？小桃子，小桃子，过来，到妈妈这儿来。小桃子，你忘记姐姐跟你说的吗？那天发生的事情只是个噩梦，不是真的。你看，现在妈妈来接你啦。小桃子，间谍案已经被黑旗军接管了，幸好13姨那儿还有一把监牢的钥匙。船已经备好了，如果再不走，等他们追来，可就来不及了。你们感动了是吧？还是我们中国人对你好吧？告诉你们啊，我们最讨厌什么阴险的间谍战了。真有本事，我们就战场上见。大恩不言谢，我和小桃子一辈子都会感激你们的。在那边。啊，你们快走，我去引开他们。我跟你一起。走，走走。在那边，追！在那里，追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飞鸿，慧慧，怎么是你们？风华，你听我解释。小心啊！来了。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出了芦苇荡以后上岸，就会有马车接应你们出广州城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走得越远越好，再也别回来了。可是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我有个朋友专门研究尸体的，过2天我会从那儿借一大一小2具尸体，沉入河底。等黑旗军来打捞的时候，早就分不清谁是谁了。莫姐姐，再见。再见。等等，我还有些话想跟你说。就是这样吗？即便如此，你也不能私自放走日本间谍。你完全可以和我商量，我们一起假装放走他，再诱他说出间谍网的秘密，这不好吗？然后呢？然后你们还是会杀掉他吧？他们刚刚母子重逢，我只是想给他们留条生路而已。你这是妇人之仁，后患无穷。还有，慧慧，你怎么也会参与这件事情？他是去军营找你，路过而已。路过？
岑慧慧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一天到晚往皇家跑，你这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？凤华，你真的误会了。我没有误会，你敢说你不喜欢他，他不喜欢你？凤华，我不是有心要骗你的。好，你总算承认了，枉我一直对你掏心掏肺，你个荡妇！不要！飞鸿，曹凤华，你疯了！你都当真如此为他？凤华，就算我真的喜欢慧慧，这件事也与她无关。慧慧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今天的事她全然不知。你有什么怨气就冲我来好了，何必欺负一个女人？好，这是你说的。黑旗军众将士听令，黄飞鸿和岑慧慧勾结日寇，格杀勿论！算了，都回来吧。小心！飞鸿，飞鸿，你没事吧？飞鸿，飞鸿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呀！你醒醒啊，飞鸿！把车留下，你滚！这位姑娘，你凭什么让我？哎呀，滚不滚？我滚，那我的粮食呢？你别废话，拿着你东西赶紧走。好。说过的梦，以温柔献祭的勇，心人深处你阳光，某一秒钟。飞鸿，飞鸿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要吓我呀，飞鸿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样啊，飞鸿？你吓死我了！我就知道你不会扔下我。飞鸿，若真意就能满足，怕动情会更辛苦。假装在喧嚣人海忙忙碌碌。
走不了了，我们要不先靠边吧？好。哎，好。曹凤华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莫不快，曹大人已经吩咐过了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任何人是吗？我偏要进去。真的不行！莫不快，我你要干什么？曹大人，曹大人，黄飞鸿在哪儿？你还有脸来问我？你跟黄飞鸿合谋私放间谍，论罪当诛。哼，爱诛不诛？我是问你，黄飞鸿去哪儿了？他走了。走了。那岑慧慧呢？也走了。胡说！你未婚妻跟人私奔了，你会跟个没事人似的吗？私奔，所以风大雨大，黄飞鸿又受了重伤，多半是活不成了。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受伤了？他怎么受伤的？哦，是你，我明白了。你这个蠢蛋！黄飞鸿不顾一切的就是为了查出日本间谍网的秘密，你还对他下杀手！我刚说了，私放间谍，论罪当诛。你要还想从这儿走出去，就把从黑木镜子那儿得到的线索给我交出来。你，请王爷息怒。12个小时都过去了，连2个受伤的人都找不到，看来本王手下这差事是越来越好当了。启禀王爷，这2日台风导致山路塌方，所以借口，属下知罪，请王爷责罚。启禀王爷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我查到了风筝上墨迹痕迹的来源。接着说。风筝上的墨迹是最近风靡的日本墨，此墨虽好，但价格十分昂贵，所以用的人并不多。严格的来说，只有书法家莫言一人而已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要干什么？王爷，属下参见王爷。你手脚挺快的嘛。末将不才。这是从莫言家找到的间谍名单，而莫言本人亦是日本间谍假扮，跟贾刘贵的情况一模一样。看在你缴获名单的份上，之前的事既往不咎。王爷是指？你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？追杀黄飞鸿，难道你不是故意的吗？王爷明鉴。那你还不赶紧派人把黄飞鸿和你未婚妻找回来？末将领命。还有，下次记得要留活口。恭送王爷。恭送王爷。
你醒了，怎么样？终于不再那么烫了。没关系，我的身子骨从小习武，还扛得住。这荒山野岭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早知道，我不光要抢那人的车，应该把粮食也抢过来才好。说什么呢？我认识的慧慧是一个好女孩，怎么会随便抢人东西呢？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认清自己有如此勇气。来了这么几道，让你得到了想得到的答案，其实挺值的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和风华说好的，就凭我们两个，怎么可能杀出重围？到现在没有追兵追来。当然了，他这么做，也是为了让黑木镜子更加相信我们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方法真的有效。风华出狱以后，我以为你真的爱上了他，到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你一直在试探我。你不要再说了，原来从头到尾，我在你眼里都只是一个小丑，无论我做什么，都在你的掌握之中。是我自以为是、自作多情。你有信任过我、体谅过我吗？不对，我们之间什么都不是，你根本不用这么做。慧慧，慧慧，慧慧。飞鸿，飞鸿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慧慧，慧慧，如果你我之间真的什么都不是，你为何要三番两次救我？我这个人不太会讲话，但是我的心是真的，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慧慧。慧慧，慧慧，这是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受的伤？我自小飘零江湖，受点伤又有何奇怪？你嫌弃我了？怎么会呢？我是心疼你。等回去以后，我就告诉我爹。告诉你爹什么？让他做我们的证婚人。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你就要许下终身大誓。我不管，我只知道，我再也没法遇到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了。不管从前发生什么，未来发生什么，你就是你。上电狂，共度一世风霜。但求与子携手，细听花谢扬。姐夫，怎么样？有飞鸿的消息了吗？完了完了，看来我这个儿子是白养了。你别这么说嘛，现在王爷和黑旗军都动用了所有的力量去寻找黄飞鸿，一定很快就会有消息的。但愿如此。哎，你说，他不会跟那个岑姑娘私奔了吧？怎么会？岑慧慧是曹风华的未婚妻。黄飞鸿不是那样的人。可是他们两个为了间谍的事儿已经撕破脸了。总之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。好好。哎，对了，桂兰，
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，你有什么心愿，我一定帮你达成。我的愿望就是希望飞鸿赶紧回来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我要吃我最爱吃的大四喜丸子。台风过后，万物都遭摧折，可是没想到这荒野之中还能有如此繁盛风光。好风光日日有，关键是和谁一起看。真好看。可是飞鸿，你知道这鸢尾花的花语是什么吗？我是个粗人，哪懂这些？鸢尾花代表绝望的爱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不戴了。哎，你别摘，你送我的，我很喜欢。王爷跟我说过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也不信这什么花语。慧慧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离开你，也不会把你推向别人。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绝望的事情了。飞鸿，这算是你对我的承诺吗？可是你知不知道，这世界上大部分的感情都跟这花儿一样，过了时节也就败了。如果你只是有一点点喜欢我的话，你大可不必勉强自己承诺些什么的。我喜欢你不是一点点，也不是一时冲动。早在清风岭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好看的人？只不过那个时候，我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小子。黄飞鸿啊，黄飞鸿，终究还是你先喜欢上我的。千钧，你看，那不是黄公子和岑姑娘吗？黄公子，是王爷的人，他们来救我们了。黄公子在这儿。来，飞鸿，其实我多么想不理世事，就在这山谷中与你平淡过一生。飞鸿，爹，终于回来了。哎，怎么受伤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哪受伤了？给我看看。哎，爹，别大庭广众，成何体统？你还害羞啊？哎，我刚才看着你们两个牵着手进来的，你们这是……姐夫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我快抱孙子了。姐夫，你可知道这个岑慧慧是个什么人啊？她是个贼，后来是个戏子，再后来……住口！不许你侮辱慧慧。啊，桂兰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大家别动气啊。岑姑娘，那么今晚就留在这里吃饭。我刚好请了广香楼的大厨在家里做家宴。来，你告诉伯父，你想吃什么，我让他们做啊。
喂，你干嘛？不要破坏绿化啊！绿化！你回来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今天这是三喜临门啊！哪三喜啊？这第一喜，当然是我和慧慧能够平安归来；第二喜呢，就是我终于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情了。还有第三喜，跟13姨有关。死黄飞鸿，臭黄飞鸿，亏你还记得今天是我生日。据千军和万马说，王爷已将广州城14名日本间谍一网打尽。哦，哎，慧慧，那个脏了，不要。来，谢谢啊。哎，爹，今天怎么没猪肉啊？哦，岑姑娘说她不喜欢吃猪肉，我就让广香楼的大厨临时换了海鲜。你要不喜欢，那就去猪肉蓉那边再买点猪肉脯回来。啊，不用，也怪我疏忽了，连你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。也是我太挑食，麻烦黄伯父了。哦，不麻烦。你要天天在这里吃也不麻烦。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，你有什么心愿？我的愿望就是希望飞鸿赶紧回来。还有什么？我要吃我最爱吃的大四喜丸子。13姨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这广香楼大厨的手艺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，吃。我最讨厌吃鱼了，留给你的慧慧。喝汤吧。我不喝，这汤里的肉都被吃干净了。就像有些人，在未婚夫家里不清不楚的住了那么久，竟然转眼间就跑到别的男人家里来了。桂兰妹子，我和风华一直……谁是你妹子？别叫我妹子。13姨，你这不是明显在指桑骂槐吗？我就是指桑骂槐，怎么了？我就指你，还有你，奸夫淫妇！你，桂兰，怎么可以口不择言呢？好，我不吃了，这饭我吃不下。哎，年纪不大，脾气不小，不用管他，吃吧。飞鸿，他这几天就是疲劳过度了，又受了些风寒，你带他去客房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来，慢点。人我给你带到了，这银子你想要多少？我得罪了衙门里的捕快，再也回不去了，值这个数。好。小桃子，小桃子不要！小桃子，小桃子！慧慧姐姐，你别杀我！怎么了？心软了？慧慧，这可不像你啊！谁说我心软了？这不都死了吗？希望你能履行你的承诺，樱花夫人。你个荡妇！不要！黑旗军众将士听令，黄飞鸿和谭慧慧勾结日寇，格杀勿论！你永远都不会知道，你有多么喜欢一个人，直到见到他和别人在一起。等回去之后，我去告诉我爹。告诉你爹什么？让他做我们的证婚人。
桂兰，你把这个送给飞鸿。我看他的伤没有完全好透，这可是我们皇家祖传的金疮药，你把它送给他，算是道个歉吧。停住，回来，再低头，往前探，停住。这一招对颈椎特别好。再回来。你先练啊，我出去看看。哦。桂兰，我给你讲个笑话吧。死了，太惨了吧？这话说呀，怎么回事？让一让，让开，让一让。你们说啊，就算是个畜生，也死得太惨了吧？怎么回事啊？这狗好眼熟啊，好像什么？好像在黄飞鸿家见过。自从上回小桃子把点心喂给了叮当，叮当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叮当，哎，桂兰，你这……哎，桂兰，你去哪儿啊？这个给狗验尸，还是我自打出了娘胎头一遭。你有没有同情心啊？他可是死得不明不白的。唉，不是我没同情心。是你不懂我的心。为了你啊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哎，别肉麻了，快咽。啊！中毒。中毒？谁会给狗下毒啊？会不会是有人想吃狗肉，或者是有人想把狗皮扒下来卖钱？哎呀，桂兰，虽说你长了一口1等1的好牙，可是你这个脑子呀，不太适合当捕快。都毒成这样了，谁爱吃它的肉啊？啊，就算是为了狗皮，至于下这么重的毒吗？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个毒就是从日本传过来的7日断魂散。7日断魂散？对，这种毒药刚吃下去不会有任何反应，7日之后口吐白沫，肠穿肚烂而死。发明这种毒呢，就是为了转移你们捕快的视线，增加搜捕难度，让凶手逍遥法外。可有解法？可能日本人有吧，我这儿没有。陈姑娘专门给小桃子做点心，可小桃子却把它喂了狗。我明白了，他是想杀小桃子灭口，然后不想被人发现，
可是却没有想到小桃子把那个点心给叮当吃了。谁要杀小桃子啊？小桃子不是被你和黄飞鸿送走了吗？这事儿你别管。啊？你去哪儿？哎！你去哪儿啊？哎，那狗谁买啊？啊，哎，曾姑娘，哎，伯父，身体好些了吗？谢黄伯父关心，我本来就没什么大碍，倒是飞鸿的伤。我也没事，你好我就好。吃饭吧。13一人呢？这么多天都没见着他了。他说衙门事忙。衙门事多？日本间谍都抓完了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该不会是不愿意见到我吧？慧慧，别多想，他这人就是脾气暴了点儿。其实啊，他这人呢……说谁脾气暴呢？你看，说曹操一道。哎，叮当，桂兰，你怎么把他找回来的？啊？那当然，我是谁啊？我是广州第一女捕快，找条狗还不容易啊？再说，叮当可是条含冤受屈的狗，他是回来找凶手的。什么含冤受屈找凶手啊？你干脆改行跟柳华生一起当兽医得了吧？叮当之前被下毒，差点死了，幸好他命大。叮当，你去找凶手，看是谁害你，去把他咬死。去。飞鸿，飞鸿，来，闻这件衣服，记住这个味道啊。好，请你吃骨头，来，再闻一次，真棒，这，你得记住这个味道啊，下次见到这个人就咬他。13姨，你搞什么鬼啊？哎，桂兰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叮当是公的，怎么它是母的？啊？什么？啊？算你走运！哎，这样就想走啊？把话说清楚。说清楚是吧？好，我就说清楚。叮当他已经死了，他是被毒死的。他为什么被毒死？就是因为他吃了小桃子给他的点心，而这个点心就是这个女人给的。他是要毒死小桃子，他是要杀人灭口，他是日本间谍。你在胡说什么呀？如果慧慧是日本间谍，为什么要和我们一起放走黑幕？再说了，那张间谍名单上也没有她的名字。照你这么说，你是想说慧慧是广州日本间谍的头头是吧？那是有可能的。证据呢？拿出证据来。如果没有证据，像这样拿条假狗来，那就是冤枉好人。他也算是好人。飞鸿，我看我还是走吧。你不用走，要走也是他走。黄飞鸿，你赶我走！你再说一次，我真走了。说就说，要走就……哎呀，一人少说一句好不好？归来。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你在牢里跟我说的话？你说你要照顾我一辈子，像我爹一样对我好的。你不记得了？你不记得了？归来。胡闹！来，别理他，我们吃饭。黄飞鸿那个人渣，你个废物，好心当成鱼干废。哼，小丫头片子，就凭你也斗得过岑慧慧那条母狗？黄飞鸿啊，黄飞鸿，这次你真的是引狼入室。你说这莫捕快已经哭了1个上午了，怎么劝都不听。哎，这有何难？莫捕快最喜欢破案子，你给他几个案子，分散一下注意力不就行了？哦。我这儿现在有几个案子，
有这个妙龄少女遭遇雨夜屠夫。哦，还有一个探花郎遇刺身亡。话说呀，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。有案子。哎，浣花溪发现了一具男尸，还说那人跟莫捕快颇有渊源。你又不是捕快，别编了，没用。这个人叫李弥，是个打鱼的，经常到衙门里兜售一些小鱼啊、小虾呀，一来二去就认识好多捕快了嘛。而且有人说，他最后一次见到他就是什么？桂兰。他们说最后一次见到那个人，就是他在跟你说话，说要送个什么人离开广州什么的。死者颈部有淤青，手上还有挣扎痕迹，死因明显是窒息。换句话讲，他是被人掐死的。你看这个指印，纤细修长，凶手定是一名女子。看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什么花纹。我知道了，凶手一定是带有戒指一样的东西。李弥在剧烈的挣扎之下，戒指上的花纹印到了他的手上。戒指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，是他。我来吧。没事，我来。来。黄飞鸿，又怎么啦？你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慧慧又不是外人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你不出来，我就不说。那你就不要说了。行，算你狠。也没什么，就是黑木来信了。他说他和小桃子在浣花溪一切都好。就这么点事儿啊？他们平安就好了。来，来。你果然还是来了，我还以为不敢来的人是你呢。哼，我光明正大，哪像你虚伪造作、杀人放火。快说，你这么处心积虑，到底为了什么？你不是都知道了吗？还问什么？李弥果然是你害死的。小桃子呢？小桃子和黑木他们去哪儿了？死了，连尸体也融了。我就是后悔我当时一时疏忽，没把李弥也处理掉。黄飞鸿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你快来看看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啊！
我不去。我承认我赶你走是我不对，但是就算这样，你也不应该胡闹。我是不是胡闹？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敢去，不敢相信你的慧慧是那样的人？黄飞鸿啊，黄飞鸿，难道你真的不相信他？飞鸿，飞鸿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凤华，你还怪我？上次的事是我对不起你，其实我也是为了……别说了。总之，最后日本间谍抓到了，我的伤也治了。只不过我和慧慧之间的事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就是要说，岑慧慧这个女人，我不想听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你没有离家参军，我没有上清风岭，我们两个也许还能像小时候一样。总之，我欠你一句抱歉。你以为我要跟你抢岑慧慧？不是吗？总之说来话长，你我兄弟一场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岑慧慧我是真的已经放下了。我现在担心的是你。无论如何，你千万要当心。你记住我说的话。你果然是日本人。告诉你也无妨，反正你也活不了了。你别过来啊！黄飞鸿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知道你也喜欢飞鸿，可是我真的不能把它让给你。你说什么呢，岑慧慧？哎，岑慧慧，慧慧，慧慧，你没事吧？你够了啊！怎么回事？我什么都没做。我已经全都看见了。是他自己晕倒的。我真是看错了你。你看错了我？难道你就看对了他呀？我问你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我就不应该来，我也不应该让你来。我想让你听的你没听到，想让你看的你也没看到，你还真是白来了，我也白来了。飞鸿，你不要怪他。魔鬼狼，我告诉你，我黄飞鸿只喜欢岑慧慧一个女人，未来我也只会娶她一个女人。你要是再敢伤害她，休怪我不顾往日情谊。西厢中，北斗星说阴沟月落。都说女儿痴，朝夕念想辗转惆怅。虽说偏安戎庄，借问木兰心香。大行装点花黄，只为月季折能伤。看你先天下有尝过世无。你别过来啊！黄飞鸿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情长，剑平遥之上，却断有情之长。如何不负南疆，不负西厢窗？你醒了？莫姑娘呢？你别管她了。我啊，宁可你们还像以前一样天天斗嘴，也不想你像现在这样委屈自己。可是现在跟之前不一样了，不是吗？我今天去浣花溪，
只是想看看小桃子，没想到闹成这样。这事儿不怪你，怪我。要不是我今天在路上遇到了风华，你也不会受欺负。你遇到风华了？他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。来，喝药。我还是走吧。你的身体还没好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没关系的，不过是受了风寒而已，哪儿那么娇弱啊？我想，莫姑娘说的对。我之前不明不白地住在风华家里，遭人非议也是正常的。可是如今，我不想让你担上这样的名声。你还是让我走吧，就当是为了我，为了我们的未来好。这件事情以后再说，好好养身体，把药喝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再给你虚假的希望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手会废掉的。要你管！让我看看。黄飞鸿是喜欢你的，只是他不知道罢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一直都在骗我，说你是已婚之人，就是怕其他的男人接近你。他心里还是在乎你的。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，那他为什么为了别的女人让我这么伤心？这小子笨得跟驴一样，鬼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想杀我，我就不能杀你吗？你想多了。事到如今，咱们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一条绳上的蚂蚱。那我问你，当日追捕黑木，你对我招招杀手，为的是什么？还不都是为了让黄飞鸿那小子相信你？若不是飞鸿为我挡道，恐怕我早就死了。你以为我死了，你做的那些丑事就没有人知道了吗？你太天真了。从你贪生怕死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注定走上了这条不归路。慧慧，你怎么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风华，我已非清白之躯，再也无颜做你的妻子。是谁？告诉我那个人是谁？是郭老板。你等着，我杀了他！哟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给你们1炷香时间。慧慧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想不想知道，
你为何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？现在只有我能救你出去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不是一开始你还处心积虑的要我杀郭老板吗？你可知道，郭老板当日为何会出现在那家酒楼？是那店小二。算你聪明。小二是我们的人，如果你肯乖乖跟我们合作，郭老板自然可以是别人杀了。你好好考虑清楚吧。你想什么呢？你想多了。我要是真的想杀你，你今天还会站在这儿吗？不过我提醒你，休想对黄飞鸿吐露一字半句，否则我让你万劫不复。你笑什么？想不到你一个日本间谍，对我那黄兄弟倒是有几分真情啊。这是我的事情，你记住我说的话就行。你我好歹做过未婚夫妻，我好心劝你一句：今朝你跟黄飞鸿可以海誓山盟，但明天中日战争一旦打响，你们怎么办？明天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从来就没有明天。你是慧慧姐，你忘了吗？我是小桃子。你那一枪打得我好疼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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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疼啊！慧慧姐姐，你别杀我！你怎么又来了？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？你说过的，只要我杀了黑木和小桃子，你就还我自由身的。哼，自由身。哈哈哈哈！一日间谍，一世间谍。你说，如果那姓黄的小子知道你的日本人身份，会怎么样呢？出卖了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那你现在对我又有什么好处？早知今日，我就该把你留在那张名单上。你说，如果那清朝的铁帽子王要杀你，黄飞鸿会不会救你啊？想想还真有意思啊！名单果然是你泄露的。从你派黑木去杀他的亲生儿子那刻起，这就是个阴谋。大家都是同僚，多年来出生入死，你为什么这么对他们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老了不中用的人就该被淘汰。只是可怜了他们，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你别害怕，你我关系毕竟不同，我杀谁都不忍心杀你。我来只是想提醒你，若有情执，必陷入软弱，而软弱的人是不配在这个乱世上生存下去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在黄飞鸿身边，是为了监视他。你对我撒谎没关系，别自欺欺人就行。你好自为之。
飞飞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啊，带你去个地方，走。哎，不是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不好了，着火了！快走！哎，慧慧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慌乱之中误打误撞就躲到这儿来了。哎，你看那边那么多皮影，多好玩啊！来，着你个头的火呀！这么点火灭了不就行了吗？把客人都吓跑了。哎，各位，来，没事了啊！来，各位继续看戏，继续看戏啊！这戏真是一个世家公子，一个冷血杀手，一对好情人，却偏偏败给了烂脚本。皮影戏都这样，操纵别人命运的人，始终躲在暗处。走吧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说什么？你还想瞒我？今日若不是你，黄飞鸿能全身而退吗？果然是你派的人，我就不明白了。黄飞鸿他招你惹你了？他一不为朝廷效命，二也非黑旗军中人，他不过就是一个平头百姓。你为什么不肯放过他？平头百姓能查出海怪的事，平头百姓能揪出刘贵一家，废了我们整个间谍网。最关键的是，平头百姓能让你动心吗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不要你管。那我们就谈谈公事。拿着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怎么，老规矩都忘了吗？名字出现在这张夺命符上的人，从来都活不过3天。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过他吧，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发誓，我这几天就带他离开广州，行吗？太迟了。再说，就算黄飞鸿什么都不知道，那莫桂兰呢？她可是早就对你起了疑心。飞鸿他不会相信莫桂兰的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我去杀了他。或许你还有一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你死，你死了，所有的怀疑也就到此结束。只是时间久了，黄飞鸿总会投入他人的怀抱，你真的甘心吗？只要他活得好，我怎样都无所谓。这个你还记得吗？7日断魂散。没错，就是你想喂给小桃子的那种。如果你想让黄飞鸿活着，就吃下去。好，很好。不过你还有3日考虑的时间，3日之内，此毒不会发作。若你改变主意杀了黄飞鸿，我自会将解药奉上。而3日之后，你就只能慢慢等死，直到第7日毒发，口吐白沫，肠穿肚烂，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
你走吧，我不会改变主意的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从来就不懂爱，也从未真正得到过爱。我跟你都说无益。我不懂爱。你知道爱会带来伤害吗？你以为我真的忍心让你去死？说一个人一辈子都没有被伤害过一次，那反而可能是最大的伤害。本事没有，道理倒是一堆。你这些道理，就留着跟阎王去说话。大人，大人，哎，等一下，过来。哎，将军这么急着召见我，你们可知何事？不知道啊，但是啊，一定是好事。是啊，大人，说来听听。大人您想想，是您缴获了日本间谍的名单，这是多大的功劳啊！将军在这个节骨眼上召见您，摆明了是要为大人您论功行赏啊！哪里？这里面有你们的功劳吗？谢大人。去吧。属下参见将军。不知将军这么急召见我，有何要事？凤华，你知道你做的事对黑旗军、对你有多大影响吗？末将不才，铲除日本间谍是属下分内之事，将军不必嘉奖。无耻！将军，属下说的都是真心话。这个世界上，你以为纸真能包得住火吗？你追杀黄飞鸿的事，王爷可以既往不咎，但黑旗军军法如山，本将军绝不能错放。属下知错了。你以为功可以抵过吗？风华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追杀黄飞鸿，动用了黑旗军的军力，以公谋私，这叫不忠；你为了一个女人杀了自己的兄弟，这叫不义。我黑旗军绝对不能容忍这些不忠不义的人。将军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给我听职吧，好好反省一下。将军，这么多年，我随你四处征战沙场，立下多少汗马功劳，想不到到头来我在你心里的地位，连黄飞鸿都比不上。到现在你还不知道错？我为黑旗军出生入死，他呢？黄飞鸿呢？他又做了什么？我把你当大哥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混账！来人，在，把他拖出去，以军法打30大板。是。放开！我不服！你这种偏心的人谈什么军法？你不配！把这个无药可救的人给我赶出黑旗军，以后我也不想见到他。是。刘永福，你会后悔的。走。先是抢了我的女人，后来又害我被革职，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黄飞鸿。从今以后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这是什么？一点礼物，关于大清水师的情报。大清是你的国家，你会想让它沦陷吗？
立功的得不到封赏，尽忠的得不到重用，任人唯亲，偏心忌财，这就是大清整个朝廷的现状。你说这种地方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？关于水师的情报，我还可以弄到更多，只要你们价码给的满意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会要你的情报？你们在广州弄了那么多事情，又是间谍，又是海怪，无非是厚积薄发，等待时机对大清的水师发动战争罢了。不，你错了，我们只是保卫清朝，防止欧罗巴人残害清朝。我们和清朝一衣带水，大家都是亚细亚的一员，应该一致对外，团结共荣，不是吗？话都被你说完了，那我说什么呢？要不要？给句话吧。好，我们对有才能的人向来是重赏重用。欢迎你的加入。王爷，哎，你来了。这怎么了？今日本王和莫姑娘有事相约，去得早了一些。胆子够大，连本王都敢行刺。这服毒的手法，果然是一点就通啊！现如今广州城内的日本间谍，犹如百足之虫，死而未僵，其关键人物，并不在之前的名单之上。那抓来的间谍可曾吐露一二？但是莫姑娘确实提供了重要的线索。你别听他胡说。飞鸿啊，若莫姑娘提供的线索为虚，那她为何又会抓来杀身之祸呢？记住，在岑慧慧的问题上，你可千万不能感情用事。可是，本王不妨再告诉你一件事情：当日我让郭老板来冒充才人，就是看中他的忠心耿耿，绝对不会欺骗本王。郭老板真实身份是服侍我多年的内宫太监。什么？试问一个阉人，又如何会几次三番的去调戏岑慧慧呢？或者，他只是为了让风华，或者让我更加紧张他呢？飞鸿啊，你这个话说出来，连你自己都不信，又如何让我们相信呢？岑慧慧之所以会假装被骚扰，就是为了想挑起郭老板与曹风华之间的矛盾，引得曹风华对郭老板大打出手。这本来是一石二鸟之计，既可以让刘永福失去了左膀右臂，又可以让他没有了财力支援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没有可能，也没有能力再跟日本买家抗衡了。但后来明明是岑慧慧来找我救风华的，事实证明郭老板也并非风华所杀。飞鸿啊，我记得你当时问过我一句：刘将军购买军舰本是极为机密之事，日本人为什么会知道？现在看来，是曹风华泄露出去的。而岑慧慧为何一直潜伏在曹风华身边？就是为了想知道黑旗军的一举一动。连曹风华自己都是日本间谍。够了！风华与我从小一起长大，绝不会做出此等叛国之事。
至于岑慧慧，我会亲自问清楚她，还她一个清白。王爷，他好像还是不太相信我们。以他的聪明才智，想必早就开始怀疑岑慧慧了。只不过，不提也罢。至少，他现在是醒了。飞鸿，你来了。今天我们去哪里逛啊？慧慧，我有话问你。怎么了？说呀。那个郭老板到底有没有骚扰过你？他的死又是怎么回事？他的死是日本间谍所为，与我何干？那小桃子和黑木，还有那个船夫李弥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果然还是相信了他。可是我一直选择信你。这是什么？你说。既然你早就怀疑我了，为何不杀了我为小桃子报仇？原来在你心里，我的命还比不上一对萍水相逢的母子。慧慧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你是被逼的，你告诉我你不是日本间谍。可如果我是呢？慧慧，你终于来了。找我什么事？怎么了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不关你的事，有什么事快说。坐坐坐。哎呀，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菜，快吃吧啊！如果你只是约我吃饭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哎呀，坐。我们一起离开这儿，去日本好不好？离开这儿？你的身份暴露了？也不是，我只是被刘永福革职了。广州我已经待不下去了。不过好在这么多年，我存了不少钱。我们一起去日本吧。我猜，你也肯定很想念你的家乡。我们就在北海道买一间房子，在那儿等待樱花开放。听说那儿的樱花开得很晚，但是也是最好的。别跟我提樱花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日本？中国不是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吗？谁会想待在这个国破家亡的地方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日本即将对大清发动攻击，移动岛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如果这场战争真的打响的话，大清将不复存在。好，我回去收拾一下，咱们这就出发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知道吗，慧慧，这是我这些日子以来最开心的时候。
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。慧慧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你是被逼的，你告诉我你不是日本间谍。可如果我是，飞鸿，我们回去吧。你让他安静一下吧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岑慧慧与曹风华突然失踪，他们的间谍身份已经很明显了。现在广州城内残余的间谍，经过几次打击之后，短时间之内应该不会有任何动向。要想找到日本人的老巢，还得从事情的源头出发。王爷的意思是？禀王爷，黄飞鸿传信来，说想请王爷帮忙一起出海，寻找日本间谍的老巢。知我者飞鸿也。对啊，海怪是从海上来，当然要从海上找。我还是不太明白，海怪并不是怪物，是人。日本人之所以要豢养海怪，是不想让百姓接近那片海域，所以那片海域一定有天大的秘密。这个秘密多半与战争有关。事不宜迟，千钧，去准备一下出海的相关事宜。万马，通知黄飞鸿，2日后出发。遵命。遵命。不能让飞鸿出海，他一去就死定了。你又一次骗我！你在说什么？这条路去哪儿，你是心知肚明的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瞒你。不想让你兄弟死的话，就赶紧让开。兄弟？那我该喊你什么？弟妹？你是我女人，不准走！不准走！我警告你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不要以为我是怕伤害，我是怕伤害飞鸿。就为这个理由而骗我？从头到尾，你就只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。从你甘心被利用的那一天起，你就别想得到我，因为我心底最看不起你这种人。贱人，我让你跑！
就知道你是这种人。你真的觉得我会爱你吗？怎么会黄飞鸿？这是你们逼我的。等等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别来吗？这是我爹传给我的平安符，你要早点回来。拿着。知道了，哎，回去吧。王爷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出发！出发！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他虽然不在了，还有我嘛。飞鸿，什么都别说。既然海怪是人，他的活动范围就不会超出这片海域。日本人的秘密基地一定就在附近。飞鸿，也怪我，我竟不知道你有晕船的毛病。小船不晕，大船晕。早知道就不让你来。白白遭罪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是你教我的，保卫国家，匹夫有责，怎么能为了区区晕船就把自己置身事外呢？看来你也有自己的梦想了。这就是梦想啊！哎呀，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对的事儿，就应该去做。朝廷和列强一定会有一场恶战。这样吧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来朝廷帮我。哎呦，我去什么朝廷？我就是每天练练武，扫扫土，然后只要能够保卫我身边的家人，然后和我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行了。飞鸿，还在想那个日本间谍？人生嘛，哪能事事如意啊？我跟他，就当是犯了个错误吧。
那边有一座岛。飞鸿，这方圆百里就一座孤岛，他们一定会上岛补给。这样，我们守株待兔。 风华，风华，怎么是你呀？风华呢？你怎么会有他的东西？你先别说这些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你再待下去会有危险的。 你们日本人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把好好的人变成海怪，这片海域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你觉得我还能相信你吗？对，你是不能再相信我了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我有害过你吗？就算我们之间只是演了一场戏罢了，可是我们付出的感情，难道全是假的吗？ 你没害过我，但你害过中国千千万万的百姓啊！你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，把我耍得团团转。天皇将于7月25日，也就是明日发动海战，突袭大清水军。你说什么？你先不要问这些了。曹风华已经彻底背叛了你们，赶紧走吧。 兄弟，好久不见呀！风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和日本人同流合污？你这样对得起刘将军吗？刘将军，我跟着刘将军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他却因为一个外人而要取我性命，是他害得我一无所有。这些东西，我得自己把它讨回来。你简直无药可救了！哼，你以为你跟我不一样吗？今天的我。 就是将来的你，你要知道，你身边这个女人，是她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那我给你一个好建议吧，黄飞鸿。如果说你离不开身边这个女人，就跟我一起为日本人做事，我们俩还可以一起分享她。你闭嘴！曹风华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我兄弟情谊恩断义绝。这是你说的，给我上！你不要管我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连你也走不了。怪就怪你管了不该管的事，爱了不该爱的人，你就安心去吧。
然你都知道我的名字了，你也该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黄飞鸿。等回去之后，我就告诉我爹，让他做我们的证婚人。你以为我想这样吗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刀马旦，江湖漂泊，人心险恶。不这样的话，我怎么可能活到现在？你既然说自己怕死，没见过商队，为什么在清风岭还要救我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是真心的。慧慧，慧慧，慧慧，上一次为你挡枪是假的，却是我们俩的感情开始。这一次是真的了，可是我们的一切就要结束了。不会的，上一次你活下来了，这一次也一样会好的。没用的，我被喂下了毒药，注定活不了了。飞鸿，你不要难过，我这一生都在泥泞之中，可是你的出现，让我觉得我的生命有了希望。慧慧，其实我从小就在中国长大，我多么希望我是一个中国人。慧慧，慧慧，慧慧。看你先天下有尝过世无双，可知信念儿女情长。想得我机关算尽，却漏了你。所以你会沦落到走投无路，不是刘永福太狠，而是你自己太蠢。慧慧，慧慧。启禀王爷，海怪都已被抓住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大将饶命，饶命啊！大将，我们也是被逼的。听到哨声，我们的身体就不受控制了。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们其实都是这座岛上的居民。5年前来了一批日本武士，他们说是奉天皇之命来送药的。原本岛上就没有一个好的大夫，又没有足够的药物，他们肯帮我们，大伙儿都很高兴，就收下了他们的药。当时真的没有想过他们是别有用心的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吃过药的岛民的身体居然出现了各种奇怪的反应，手指和脚趾之间居然长出蹼来。那时候我们才知道，这些可恶的坏蛋根本不是好心来送药的，他们是拿我们来当试验品的。那你们为什么不向朝廷求援？朝廷？你们远在天边，朝廷哪有功夫管我们的死活呀？哦，对了，我们也试图向广州官府发出求援，但是结果音讯全无啊。后来日本人说了，只要我们能够好好听话，不让任何人靠近附近的海域，他们就不杀我们。这种残酷变态的手段，也只有他们才能想得出来呀。那他们现在在哪儿？说来也奇怪，最近一段时间，日本人的船只好像一直都没有来过。这附近是否有可供船只停泊的岛屿啊？没有了。没有岛屿，可日本人是坐船而来，
难道他们常年在海上漂泊不成？大爷，我真的没有骗你啊！我说的句句属实，我真的没有骗你啊！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曾经听人说过，他们仿佛看见过一座会移动的岛屿，说上面全是日本武士。移动岛？对。跟我来。移动岛，你也看见了，阿志，这移动岛原来是日本人的伪装舰队，我们要赶紧上船。有一个情报要送给北洋水师。什么情报？日本人要发动战争了。那又如何？你说什么？这个消息不能锁。我们需要有一场必败的战争，只有将士们牺牲，国家丢了面子，朝廷才会意识到海军装备的落后。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也只有这样，才可以真正挽救大清。你疯了吗？你让大清去输，你知道这样会有多少人因此而丧命吗？他们都是我们的手足同胞啊！为了大清，我自断手足在所不惜。可你这样是让他们白白送死啊！从来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将士们不为国捐躯，难道还回老家一样天年不成？我真是看错了你。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当初在清风岭的时候，我就不应该放过你。飞鸿，你是又要和我翻脸吗？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为了大清，我什么都可以牺牲，包括你在内。王爷来了。王爷，黄飞鸿人呢？对啊，王爷，飞鸿呢？黄飞鸿英武御敌，可惜被流弹击中，坠入海中，如今下落不明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他随你出海的时候还生龙活虎，怎么如今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啊？完了，全完了。黄飞鸿凶多吉少，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莫姑娘，本王觉得现在当务之急，就是照顾好黄麒英，别让他出事。王爷，我求求你，你神通广大，一定不要放弃搜救，这样飞鸿才会有一线生机。本王知道了。拜托了。
都是为父不好啊！飞鸿编你们3个出来，是给我逗闷子，我还经常骂他。现在飞鸿和你们作伴去了，你们就热热闹闹，为父心里呀，可羡慕得很呐。你3位哥哥都英年早逝，那这么说，你们家祖坟的风水……我家风水没有问题，我爹给我算过了。到了我这儿，只需要游手好闲、好吃懒做、混吃等死，平平安安，起码可以活到30岁。就是飞鸿，你这个臭小子，口无遮拦。现在好了啊，一语成谶了。文宏、武宏、一宏、飞鸿，今天你爹伤心就到此为止。往后我会开开心心的活着，我不会让你们几个在下面为你老爹操心。黄飞鸿，黄飞鸿，你要坚持住啊！